解说一下，那会儿更新到了1.050了，它主要是更新那个界面，界面比原来看起来好像更高档了，更像更现代了一些了。我还是觉得很好，那会儿更新还是很好看，很喜欢。只不过有的可能刚刚开始不习惯，然后都是一些地方变大变小了，总体变化不是很大。总的我觉得还是在进步，还是比原来好看些了。那期节目首先呢，我们第一个首先来说那个，主要是说那个卡牌，给你们分析一下。那个卡除了3张蓝卡以外，还有哪些有用的？我可以先来看哈，那是那期的卡牌，我是3张都拿到了。首先我这一开始我最先开的克罗斯，后头跟到把莱文开出来，然后范迪克是一个金箱子，我那个都没录，我觉得金箱子吧随便开个啥子，结果他把那个2%那个开出来了，开出来嘛，3个都齐了。当然那3个都开出来了，那些金卡银卡肯定也是拿完了的。主要我们说那张卡，先说莱文多夫斯基那张卡哈，那张卡看起来它那个速度，它那个版面数据其实是相当好，虽然它总评是个90，它的反应89，那个属于第一档，不能说是最好但它没得那个梅西和德布劳内那个反应那么高，那2个是可以最终达到99的。那我达不到99，但是在那种一档的前锋里头啊，他那个89的反应呢哈，属于除了可能梅西和德布劳内外，他是属于相当于第2个级别的。除了最好那个开外，他都是最好的那个级别的。89和90的区别有一点点，但是不是那个大因为90最高可以升到97。89、96、97属于一个档次的，是比德布劳内和梅西那个99肯定是还是要差点因为大多数后卫也是89、90，然后他的那个 POW 和技巧2个字，也就是说的脚法，他那个实际上升起来以后还是相当够用的。大概 POW 98了，接近满了。虽然没到99，但是也已经很高了。88的，如果你要把它升满，升到用钻石升满的话，那个实际上也是90加95了，很高了。然后我们看哈，他那个力量，莱文那个82那个力量是前锋里面最高的，因为前锋不像后卫那个。后卫他最高的是92，我看到过的，我看到的是库利巴利是92，然后中场我看到过我自己也有卡塞米罗是91，他是91的，说是前锋里面最高。我现在看到过的就是只有莱万，因为那个他游戏为了平衡，避免像那个 SM 那个全部去靠前锋那个鼓捣去摁抢头球，给砸头球，所以他前锋力量都要衰减了，就是说至少在中锋那个位置上，你是不能把其他位置的球员放上去的。在有些阵型里头你可以用边锋前腰上去进那个头球，但是在中锋最前头最中间那个位置，他是就说你是最高，都是莱文的位置，是莱文那个球员，都是82，都是最高了，都没得再高的了。好，那个都没得啥子说的了，都是最好的了。他那个速度79，其实那个速度79一点都不慢，我跟你说嘛，都是即使他领先那个初始那个79都不慢，因为他本身反应快，他转身快那种，他的79的像范迪克才77，后面跑得快点的中后卫，像米利唐才84，他实际上非常接近了他的速度并不差，特别是有一些力量型的后卫，在那些没得范迪克或者那种比如说比较好的传奇卡后卫，只用金卡那种身上的后卫，实际上很多是跑不过莱万的。莱万的速度是相当快，和那些后卫比，也就是说他那个是一个全面性的前锋，每样属性都不错，都很好。我们再看第2张克罗斯卡，克罗斯那张卡其实有点遗憾，那张卡他的速度太慢了。身高那个没得办法，1.83米，那个他由于对应现实里面呢，那个是没办法改的，不是游戏想做好多就做好的，他只有1.83米，而且他那个80的力量实际上对于
身体对抗来说，其实上对于中场球员来说，其实上并不是很高。我们再看他后三个属性哈，他后三个911、911、88，后两个属性如果你把它是满的，会到98。实际上那张卡本身还是很好，但是有另外一张卡的存在，就是得不到的那张卡。所以显得得不到的等于除了身高比他低2公分，力量比他矮2.6外，其他都是比克罗斯好的。既然你要用那种技术型中场，克罗斯实际上不是力量型中场，他那个力量在中场球员里面根本不够看，他属于技术型中场。你作为技术型中场来说，你和得不到的话，那个速度都差太多了，差了12点，那他可用起来不是很好用。他所谓的那个脚法好，实际上脚法好体现在主要是在你持球的时候，有时候有球在你脚下，你出球、射门或者传球的才体现得出来。你在防守或者说你无球跑动的时候，你接应的时候，那两个球实际上是作用很小，几乎你感觉不到。所以那张卡更多的是收藏。因为克罗斯啊，他那个游戏给他做了连的，专门连了连的，而且孩子也是给了他一个有颜色的孩子，给了一双白色球鞋，还是比较有收藏价值嘛。虽然你后头啊，并不到了后面你玩久了后，传奇卡多了，可能他没得上场机会的，但是还是收藏一下嘛，还是很大的收藏价值。再说了，我们那个所谓的第3号卡，实际上那个赛季最好的卡、最应该抽的卡都是范迪克那张卡。你不要看他速度只有77，要比吕迪格要慢，比米利唐要慢，比库利巴利都要慢，还有比啥子瓦拉吕那些都要慢。但是他身高有1.93米，身高1.93米，就是说他那个模型更大更高。他可以拦截更大，拦截更等于宽，拦截面积更宽的射门的时候，你如果射那种高球，他可能直接头都给你顶出去了。这就是身高的作用，不光是抢头球一样，它整个拦截面积都要更大，而且它的反应有90。他的反应要90，他要比库利巴利、吕迪格、米利唐那些都要高。我给你看呢，他那个90比其他几个就说中评高的后卫，库利巴利去87，吕迪格87，米利唐86，因为后卫的中评他没有前锋那么高，他最高的可能好像都是范德克了。他那个是反应最好的后卫，中评高的后卫，他是最高的，他那个反应。我们再看前头的哈，最开始说的他那个77的速度，77的速度，我们先说莱万的啊，莱万那个79。和范迪克79，其实并不慢那个速度，跟你说，因为他是在中路的球员，你不可能莱万去打边锋噻，是吧？他速度还没哈兰，也不如了哈兰德去打边锋。你像中锋，中锋的速度没得那么重要，中锋最重要的速度是反应，就是启动了一下，他启动快了，他把位置给你卡住了，你再去追，他都已经进去了，可以射门了，你去追他有啥子用？也就是说。前锋，特别是中锋的速度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。那个我们后面说记录的时候还要说那个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范迪克那张卡速度也是够用的，实际上再加上他90的力量，那张卡升满了后可以到98，也是顶级的力量了。然后另外2个属性我要说一下，范迪克那张卡之所以他最后能评做88，总评88，比库利巴利和吕迪格要高，其实主要是在他的脚法上头。你注意看他那个 POW， 也就是射门力量、传球力量，他达到79，那个升满后有86。那个后卫虽然脚法用处不是很大，但是你那个 POW 达到85，而且技巧上了80后，他脚长传都比较准了。虽然他手上的射门可能还不是很好。但是他长传准了后都有那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你在后腰那个位置上啊，你可以不去用那种脚法也好的了，你专门找那种等于脚法比较粗糙，但是速度快、力量高、反应高，还有身高那种，都脚法比较糙，但是其他方面比较好那种那种球员了，你都可以等于相当于你选择哈，可以更多一点的。那个地方出球还是很重要的，不然你传不准，别个逼抢上来，你就
传得不准，都在别个在这个里断了，或者直接抓出界了。你还后卫里面至少，特别是中后卫要有一个，都出球要准的，特别是长传和开大脚那种要准些，要不然很容易传球失误传出去，或者传球的过程中，球飞行的过程中遭别个断下来，因为屁股 W。低了，你的力量都不够。你传球，如果你长传的话，很有可能你传不远，在中间你高度力量不够，别个在中间都给你断一下。所以那个还是很有用的。对于范迪克来说，对于顶级卡来说绝对有用。但你如果本身不是顶级卡，你为了拿喊你一个后卫的脚法好，你其他属性基本属性都不要了，那个也没意思了。昨天技术条件现在达到了那个高水平了以后。也就是说，你在那个基础水平达到高水平以后，你脚法好还是有用的，至少有一个。所以说，范迪克实际上才是那个赛季里头最好的一张卡。人抽都要抽那张卡。抽不到也无所谓，或者说抽到莱王和克罗斯也不错。那些有一个事我要给大家说，就是说那些都是巅峰的尾巴卡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岁数比较大的了，不大可能那个能力再往上提升了。你拿到那张卡，可能都是他们那个总评最高的时候，那场也最好的时候。以后再出来，可能下赛季更新了以后，他的能力值可能都要下降。他和那哈兰德、姆巴佩那些不一样，那些卡那些球员现实联赛好多属于后面可能还要涨，可能还有更好的版本卡出来。你现在抽了搞不好以后还要双卡，重新来抽那张更好的。像那种巅峰末期的卡，它只能是越来越撇，越来越差。你现在拿都是拿到它最好的时候，非常有收藏价值。也就是说保值。能抽的我建议有点赚的可以抽一下，抽他们至少抽一个出来嘛，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好，蓝卡说完了，我说一下那个金卡。金卡其实上主要就是说记录那张卡，记录那张卡实际上你仔细对比一下，它下头的数值哈。除了速度不看以外，它其他的属性，身高比哈兰德矮2公分，反应矮2点，技巧矮2点，POW 是矮2点，力量还差1点，实际上非常接近哈兰德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龟速版的哈兰德，都是速度慢的。然后我们说到前面的话题，中锋的速度其实上并不是很重要。也就是说，那张卡其实上是一张传奇级别的卡。在大个子球员，他那个我寻思住了列了，我曾经那个社区里面有一张图，就说4个类型的中锋以外，他实际上都是属于哈兰德那个中锋的大个子中锋，他只是速度慢而已。完全可以要那张卡。如果抽到了的话，其实新卡现在很好抽，他那个本身传奇样子出金卡概率都特别高。再加上金响指，银响指也有2%，因为银响指你开得多，那2%很容易出来也是。我有3个金卡都是那个银响指开的，实际上。记录卡能达到的，我建议留到。那个虽然即便你有哈兰德那张卡了，我也建议拿。因为有时候拿在打3前锋里头啊，你可以打双塔战术，或者双前锋里头2个中锋直接上那种尬高个儿。速度型的边锋啊，用那个，再比如说42里头，你2个前锋都上大个子，你拿2个边前卫都当边锋，再用中场速度快的球儿，都是那种。还有一种呢，说一下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3前锋的时候，用吉鲁去打中锋，因为他的速度慢，他只能在中间用哈兰德去打边锋。哈兰德的速度实际上有87，那张卡你升满了会有90的速度，完全可以打边锋。而且你边锋对位的是对面的边后卫，那些头球最好、身高最好、力量最好的，大多数的玩家都是把它放在中间的。你用哈兰德去对边后卫，那个优势比你在中间去对别个的中后卫优势要大得多。我跟你说嘛，特别是对那种速度型后卫，他本身力量又没得高，身高又没得高，你去摁对他，在他脑壳上摁枪头球，那个几率好大又好容易扔到。你去对中后卫时不一定对得赢，很有可能遭拦截。就说你哈兰德打边路可能效率比他打中锋的效率还要高。只不过那个以后再说，因为现在那个卡我哈兰德我一张卡都有，但是我那个阵容没齐。
那个要以后骑了后再高级一场才能告一告出啊。因为我现在这种武器我也不好录高级场的节目，所以我现在都在低级场耍一下。好，骑路说完了，说点后头几张金卡嘛。其实那两个金卡后卫其实速度都太慢了，特别是祖马那张卡，很可惜，他总评只给了82，他如果给了一张84的话，那个是很极品的一张金卡。实际上，这是祖马一张卡，他那个等于其实相当好，9.96米的身高，那个后卫其实也是他的力量和反应相当高的，但是速度只有70，速度70其实还是可以用，但是主要是他1.85米的身高，1.85米的身高其实相对有点矮了，那种遇到大高个儿的，即使力量比别个高，他那个人家比你高的前锋啊，直接绕前在你前面都顶了，你还在后面等到去挤他，他挤都不挤，直接用高度在前面都给你顶了，懂没得嘛？所以那张卡都不是很推荐。像其他的那个麦克托米奈啊，和那个守门员呢，意思不太很大，那个选择太多了，他那种类型的，像中场守门员，多的是好卡，那个我们都不说了。像那个前锋的话，都是纯粹混到那个赛季头的，他那个76的力量，在1.81米的身高，他进那个赛季完全属于充数的。再看看林凯其实没好大意思的，那个赛季林卡，那两个后卫虽然力量那些都也好，但他速度太慢了。速度60级，你不可能把那个银卡整成金卡来用噻。你如果把银卡整成金卡，那你还不如直接用瓦尔瑞、阿坎吉，也包括那个祖马、那个后卫那些，你不直接用那种卡了，何必？你些浪费那些卡牌经验，还有浪费绿超，生产做啥子是吧？用银卡嘛，就只让他在银卡阶段用噻。像那个速度太慢了，确实不好用。虽然身高力量都可以，而且反应也不高。力量的他因为中评在点，他不够分，反应不太高的话，实际上那个防后卫都不太合适了。那个中场也没得啥子意思，那两个还是那速度太慢了，太慢狠了，都不是一般的嘛，已经是乌龟蜗牛那种了。剩下的就是个守门员和两个前锋，那两个前锋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，他们一个身高1.90米，一个身高1.99米，力量都是只比中评低一点儿。可以在做银卡套的时候用它来当中锋，只不过我可能不太需要那个了，因为我银卡有个2.01米的意大利中锋，比那个最高的1.99米还要高2公分。那个守门员倒是可以留一下，有兴趣的可以收藏一下。2.03米那种比较少见，跟你说嘛，有点收藏价值，只能说，铜卡都没得啥子事因为铜卡那种你总评在点，力量高了以后，你反应也不够。你反应如果力量都高的话，那个速度要好慢哦除非遇到那种脚法只有50级的还差不多，但是总评在点，整个不够分，所谓那种力量型的银卡不是有，包括力量型的抢个前锋，他那个70级的力量，说老实话，姆巴佩都有72的力量，你那个是要啥子力量型前锋嘛是不是嘛哈？好，关于那个卡都说到那点儿。好，另外今儿呢，我说一下那个除了卡牌以外，刚刚我们把卡牌说了，我们来说那个赛季的那个5-3-2那个阵型另外还有一个阵型，他是把一个后卫放到后腰上头，4-1-3-2，那个阵型呢我不喜欢用如果有其他人做那个阵型的节目，你们可以去看其他的可以看其他评论的。我不喜欢那个阵型，我就喜欢打5-3-2，而且我在 S 门里头在那个所有的一代头我都是喜欢耍5-3-2，我不打3-5-2的，我都是打的5-3-2。我一直很喜欢那个阵型。而且我们本地那个城市那个队儿，以前有个教练叫张文龙，他打得最好的那个赛季都是用的5-3-2，所以我一直很喜欢那个阵型，而且晓得他是啷个用的。我今儿那个说一下那个5-3-2的一种玩法。我为啥子用铜卡？因为说，我其实也有金卡，和传奇卡，也可以组到那个战力到80级的阵容，我也可以打到10级去。但是那个也是因为你晓得那个
对于那个里头的游戏配你不晓得你对手派好多战略，会很乱的。你如果用个80级战略打别个70级，那个战略碾压别个，那个一点儿说服力都没得，而且个人耍起也没意思的，是不是嘛？我用铜卡打那个都很合理了，我战力都73.6，系统判定那些，包括那种随机5开的球，大部分都是我吃亏，因为系统那个判定它会优于高战力的，那个是不是玩过一代的 SM 的都晓得。我恁个我都相当于说都有参考意义些，要不是我有练车撵别个，那个你赢了你啥子一脚打长传，或者传中直接摁扎头就砸进去，那个完全没得参考价值的。好，我都在这儿做个示范，是不是嘛哈？没参考是我那个大家可以学一下，恁个玩游戏玩的很有趣儿，我跟你说嘛。那个游戏和那个SM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它那个个人想些办法出来打。好，废话都不多说了，我跟你说，大概说一下我那个是啷个打的。我是那4个后卫哈，我是那个532啊，假如是出来个守门员532里头，那个5个后卫里面有4个后手，我是把它当成后卫的，都是4个后卫。3个中场，然后左后卫我是把它当成边锋在用，相当于是个边锋。你们如果晓得张万龙那个教练，张万龙原来在这个中超联赛执教过一个球队叫那个重庆力帆队，现在他这个解散了，已经没得了那个队儿，他都是打那个。很简单的来说，如果看英超的朋友啊，也晓得有一个叫那个布伦特福德，布伦特福德那个丹麦教练，他用的那个左后卫原来有一个，现在叫亨利，也实际上是当边锋在用，只不过现在好像受伤了，没啷个看他上场了。反正他那套东西，但是我也讲啊，继续讲我那个哈。除了守门员的4个后卫，那是4个后卫，正人齐背4后卫，那个实际上是边锋，你要把它当边锋上去，变成3前锋，那个的话，你中锋要放到左边，另外一个速快点前锋都放右边，记得哈，中锋左边，你如果放到右边，中锋如果放到右边也可以，但是你那个两个实际上都有点重复了，懂没得嘛？2个功能都有点重复，我那个把它放到相当于它是正中在一个中锋，只是相当于是靠左一点，然后右边有个边锋，左后卫上去，它就变成左边锋，相当于变成3前锋了。然后那3个中场里面也有点区别哈，我并不是把它当成完全是平行的3中场，那个是在中路，相当于这个 B to B 那种，右边呢那个主要是防守用一下，或者上去接下球，打个脚车一下，那个实际上是当前腰在用，也就是所谓的中锋后头那个前锋，相当于是当个前腰，相当于前腰那个位置上，相当于我主攻是左路，变成那个433，实际上433，532变成了433，具体我们打一把嘛，告一下的。箱子有个箱子开个箱子看是啥东西？空的。空气当然不开用，开还是不开是吧？录节目都录节目，开或者给留到后头开，万一开出好开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先开一场比赛。看如我们那个532啷个变成433的，我的战略大概是73.4，73.4。看一下对手。73.6，73.6，哟，咋说话去了？球都开过了。啥子有突破吗？头球战术说，我看你两个抓，我看你两个顶。
哎，那个都是我站的比他低啊，如果换成好点的后卫，那个球直接就给他断了。他那个都是他站的判定了哈，他就要有力的站得更高一段。他明明那个球实际上是传失误了的，但是因为他站的比他高，系统他就要为了让站得高的人他获得好的机会啊，他都要偏向那边。那就说明左后卫也是把他当成巅峰的那个球员。看到没得？伟大的左后卫，伟大的左后卫。大家兴趣可能应该告一下，其实很多现实里面呢，有打五后卫，他并不是真正的5个后卫，他的2个边后卫实际上是边锋或者边前卫，他只是在防守的时候要回到位置上，就变成5个后卫，增加防守的宽度。打回来之后，你要把他拉一下，往前头跑。传高了个球。5中2元，对吧？后卫当边锋用还是有点厉害用啊。一点都不比边锋差，你说这用法，甚至比边锋更好。有了，2比1手握主动权。当然，前提是你那个边后卫速度够快哈，你不用那种很慢的些，当然不得行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哇，帽子戏法进了3个，厉害不？那个又是个广告。大家还是有点历史哈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告一下的，我跟你说。等于说你认得的他那个中锋这，因为那个阵型呢，因为中锋这位置他会对到一个中后卫，你说嘛？你如果边锋上去哈，就把中锋啊那个边，他那个对面的中后卫会把那个中锋盯到，边后卫哈，由于他那个游戏他没得盯人的，他后卫没得盯人属性，不像应该有盯人属性，他边后卫都会站到一点。所以很多人喜欢打传中，喜欢打头球是原因啊，因为那个边锋太好打过去了，很难防。我那个过去后，由于中锋把那个后卫带过来，然后我缠起的实际上是没得人留，相当于是个空的。你如果是边锋的话，他那个后卫还会稍微盯一下，贴的一下，虽然你也会溜过去，但是我那个后卫他完全不会追，我都硬冲进去了。这是个很好的方法。如果再打一个边锋进行的话，你还会用那个。边锋加边后卫2个加上去，2人从边边插，中锋再带一个中后卫，相当于是2打1，那个效果还要好。为什么啊？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。当时有个要点哈，就是那个速度还是要够快，至少要89那个样子嘛，至少87、89那个样子。那太低了，如果只到85的话，那个速度还可能不够。不管对面啥子，他可能都不够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呀，讲流出来点嘛呀，其
其他另外主题节目了，时间太长了有兴趣的话盖一下哈，那如果有具体其他玩法，以后新这些呢，我们再继续讲。如果有意思的话，如果看的人多，大家喜欢讲那个的话，那种战术那个打法的话，是吧？以后再讲。今儿就在这儿了，指路又长了，因为前面说了那么多说了，卡牌时间太长了，再说些都没完没了，这个视频时间就太长了，是吧？好，今儿就在这儿啊。